如果一个人长期喝核污水，身体会有什么变化？有网友举了个有趣的例子，已知日本现在的核污水超过130吨，但日本人有1.25亿，要是每个日本人每天坚持喝个4-5升的核污水，2天就能干完。而且日本人自家也说了，自家核污水干净卫生，还能喝。毕竟早在2011年的时候，就有一名叫做田康博的日本内阁官员自告奋勇喝了一杯核污水，但2年后这人就不见了。那么人喝下去到底会发生啥呢？核辐射又会导致哪些疾病？所以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一个人长期喝核污水会怎样。全程高能，切勿眨眼。当你第一天喝一杯核污水，你不会出现什么异常，但你不知道的是，核污水中的氙、碘、碳、焰、色等大量放射性因素已经悄悄地进入了你的体内，并一点一点地入侵到你身体的各个角落。当你第10天喝下一杯核污水，你体内的放射性元素不会减少，而是会越堆越多，身体开始出现不对劲，你时不时感觉恶心，吃不下任何东西。紧接着你开始腹痛，你以为是吃坏了其他的东西，其实是氙元素在你的体内作怪。当你第30天喝下一杯核废水，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你的免疫系统还在拼命地跟放射性元素抗争，你的 DNA 不断地受损，然后再修复。但这时你体内的放射性元素还不是太多，免疫系统还能坚持。然而更可怕的后果还在后面。如果一个人长期喝核废水会发生啥？当你第60天喝下一杯核废水，这个时候你体内的核辐射量已经达到了数百毫西弗，而你的白细胞开始大量减少，因为白细胞是人体的免疫细胞，你的免疫系统时刻都在跟放射性元素对抗，白细胞已经生长不足了，根本来不及修复。而且核污水中的钴16元素在被你的肝脏、肾脏吸收之后，会直接损害你的血液组织，导致你白血球大量减少，这个后果就是白血病的发生。当你第100天喝下一杯核污水，这个时候你体内的核辐射量已经达到了3000毫西弗，你的 DNA 也大量死亡。为了维持你的生命活动，身体会产生一些劣质蛋白运送到身体各处，但是劣质蛋白反而导致了其他细胞受损。除此之外，你的肠胃黏膜也已经被放射性元素损伤，腹痛都算简单的了，你甚至开始胃出血。当你第120天喝下一杯核污水，这个时候你体内的辐射量已经飙升到4500毫西弗，这对于你来说已经是致死量了，不管是 DNA 还是白细胞都无法再生。而且在那些放射性元素中，碘129元素损害你的甲状腺，碳14元素让你的身体出现癌变，还有色90元素，这是一种极易被骨骼吸收的元素，但是它损害骨骼里的钙离子，你能感受到你的骨头疼得不行，这是因为你患上了骨癌。当你第365天喝下一杯核污水，此时的你就已经是一具充满辐射的尸体了。当然以上都只是老黑的假设，可能不够精确，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就算不喝，日本排入大海的核污水一定是会通过水循环危害全球的，就连我们的下代、下下代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如果我们不小心喝了核污水，还有的救吗？如果你不小心喝了核污水该怎么办？如果是你喝下经过水质处理的核污水，那么这杯水中的辐射含量不会超过150毫西弗，你的身体不会马上出现异常，但你必须马上去医院。医生们得知情况后会马上给你服用药物，给你洗胃清洗你的身体，这种情况你还是有的治的。但如果你是直接在排放过核污水的海边喝了一口海水，那么这种核污水的辐射量就已经超过了500毫西弗，喝一口就会损害你的 DNA， 你的造血细胞受损、骨骼受损等各种毛病就会接踵而至。这种情况你就算去医院也没什么好治的了，很快你开始到处疼痛，然后皮肤还是红肿溃烂，你感觉全身就像火烧一样，你因为疼痛断断续续的昏迷，然后醒来不断的遭受各种折磨，不用多久你就嗝屁了。如果你喝下的核污水核辐射量超过了1000毫西弗，这是能让你当场死亡的致死量，就算没有当场死亡也活不了多久，而死后你的肢体都会有放射性，甚至不能下葬，会被直接处理掉。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中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误食核污水或者被核污水感染的东西呢？我们普通老百姓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购买进口产品，尤其是海鲜，最好买国产的。如果实在要吃进口的，也一定得从正规途径购买。但大家也不需要过度惊慌，相信未来一定会有科学的预防措施出来，保障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安全。我是老黑，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欢迎评论、私信轰炸，咱们下期再见。